河北涿鹿縣的大山深處，竟隱藏着一座已有800多年歷史的古老道觀。道觀始建於遼金時期，供奉着龍王與道教諸神，是一處典型的悬崖洞穴式道教建築群。依山而建的3進院落，层层展開於絕壁之間。而最核心的龙王殿，則深藏於50米高的天然岩洞之內。洞上有泉，泉下有殿，山水洞觀融為一體，形成了北方極為罕見的建築奇觀。遠遠望去，古老的殿宇緊貼絕壁，猶如懸掛在懸崖之上，給人一種凌空而立的震撼感。在如此險峻的位置，真是讓人難以想象，800多年前的古人究竟是如何將它修建起來的。今天就跟隨我們的鏡頭一起走進這座懸崖道觀，探尋它背後的歷史與傳奇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今天呢，我們來到了河北涿鹿縣，在這大山深處，有一座規模宏大的道觀，名叫龍王堂，始建於遼金，距今呢已經有着1000多年的歷史了。可以看到，整座道觀呢，它是修建在這座山的山腳下，位置非常特殊。其中水晶宮和玉皇閣最為震撼，两座建築呢，它是修建在絕壁中的。那麼這些建築是如何建上去的呢？下面就跟隨我們的鏡頭一起參觀一下。從這上去的話也沒有多遠，大概走半個小時就能到達。這地方還是挺偏僻的，我們從縣城過來開了10幾公里的路程，然後全是這種山路，它是沒有做硬化的。你們看這條路，完全被這些灌木給覆蓋住了，看樣子好久沒有人打理了。從遠處看過去呢，這座道觀還是挺大的，不知道道觀裡面有沒有管理人或者修行之人，不知道今天我們有沒有幸遇到。上山路線還是挺陡的，剛穿過那片樹林，然後就來到了這條石頭路。看地面都是這種凹凸不平的。哇，你們看，我們站在這個角度呢，就能看到這座道觀了。從這個角度看過去，非常的驚險。是什麼呀？好像是桃子吧，應該是野生的那種毛桃。上來之後呢，我們能看到道觀的第一座殿宇，上面寫着山神廟，裡面供奉的是山神。好巧不巧，上鎖了，我們進不去。在这路上放了有很多这種磚塊，哦，在修這個護欄。這邊還和的有泥沙。
這邊是靈官殿，不過也上锁了，进不去。可能是这座道观呢，它在进行维修，很多店员呢是进不去。走了这么久之后呢，我们终于来到了龙王堂的大门。一进来呢，感觉这裡面好涼爽呀。這邊這座殿呢，叫做三官殿，裡面供奉的是三官，分別是天官、地官、水官。像我們常知的天官賜福就是其中的天官，那麼還有地官和水官呢。地官呢，它是消災解厄；那麼水官呢，它是去病消災。三官殿的旁邊呢，就是水晶宮了。看過《西遊記》的朋友應該知道，水晶宮呢是龍王居住的一個地方。水晶宮距地面還是非常高的，大概有好幾米的高度了。這邊還有塊牌子。女士止步什麼意思呢？就是女士不能上那個水晶宮上面，禁止女士上大殿。為什麼不讓女士進去呢？按照當地的說法，這個水晶宮呢，它是純陽之地，然後女性呢，它又是純陰，兩者在一起的話，它會相克，然後會導致腎權不靈，然後其語不順。哇，這個樓梯好陡呀！我感覺這個樓梯是我見過最陡的樓梯了，沒有之一。它上面寫着女士不能進店裡面，但是沒有說不能爬這個樓梯。好害怕呀，爬這個樓梯。現在我給大家爬一下這個樓梯，但是呢，我不上去。我的天啊！這個樓梯完全是垂直的，而且呢，它這個不是固定的，它會動。好了，我只能爬到這兒了，因為實在是太恐懼了。從這個角度看下去，真的是太嚇人了。從俯瞰的視角更加嚇人。它這裡呢，完全是垂直90度的。這個梯子呢叫做軟梯，為什麼會叫軟梯呢？你們一看，我輕輕一拉的話，它這個會動的。它是一個活動梯，特別的柔軟。像我這麼大一個體格，要是爬上去的話，它這個梯子晃得更加厲害。所以呢，一般人到這裡是不敢往上爬的。其實這個水晶宮呢，是龍王堂中最核心的一座殿了。可惜啊，我不能上去。為了尊重當地的禁忌呢，我只能讓小楊上去給大家參觀一下。我只能爬到這兒了，現在我下去。哇，聽這個聲音就夠嗆。
從鏡頭中呢，我們也可以看到这個水晶宮裡面供奉的是龍王。整座殿宇呢，它是嵌於這個山體裡面的，和這個山體合二為一，構造非常的巧妙。大家看到這個梯子之後，是不是感到非常的疑惑？為什麼不修一個比較平緩、比較安全的梯子呢？這座水晶宮呢，已經有1000多年的歷史了。古人呢，也是靠攀爬這個天梯上去的。之所以會這麼修，聽當地人說呢，也是對香客的一種考驗。如果說香客比較誠心的話，他會迎難而上，克服困難。我們再到另外一邊去看一下。這邊有一座亭子，裡面掛了一個大鐘。旁邊這座殿叫做行宮殿，我們看一下裡面供奉的是什麼。這座殿呢，我沒有看出裡面供奉的是哪幾位，因為上面沒有牌子。大家有知道的嗎？正中間呢，一共供奉着6位。在這上方還有一座殿宇，剛才我們從底下向上看的時候，好像是觀音殿。這座殿也是建在這個絕壁中間的。好陡呀！這是一棵神樹吧？為什麼會說它是一棵神樹呢？因為它在這麼貧瘠的土壤裡也能長這麼大，實屬奇蹟了。上面還給它貼了一幅字：滿院春光。這裡面呢，就是觀世音菩薩了。空間不是很大哦，只能容納1個人。如果說2個人的話，就比較擁擠了。之所以會這麼修，因為受這個地理所限。大家看那邊，整座道觀中要數最驚險的建築，就是那邊那座玉皇殿了。它是建在那個絕壁上面的，非常高，好驚險呀！我們準備去那邊給大家看一下，不知道能不能上去哦。關於這座龍王堂呢，在當地還流傳着一個傳說。傳說在很早以前呢，底下呢有一個村莊，村莊裡面呢生活着很多百姓以及張姓3姐弟。有一天呢，村子裡面來了一條巨蟒，這條巨蟒呢，它是專幹壞事，殘害百姓，霸占泉眼，讓百姓過得民不聊生，苦不堪言。這3姐弟呢，實在是看不下去了，他們就決定聯手除掉這條巨蟒。為了除掉這條巨蟒呢，因此呢，3姐弟也失去了生命。從此過後呢，百姓的日子得以恢復平靜，得以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。後面百姓們為了紀念這3姐弟的呢，就在這個山間建造了這座道觀。
道觀呢，現在是處於一個維修階段，堆了好多沙子。在這裡還有一隻小貓咪。這邊這座殿叫做泰山殿。這邊這塊牌子寫着“供奉太公之神位”。這個狗非常熱情，而且呢，它不咬人。這邊是一個生活區域，裡面堆了很多雜物。这邊這排呢是一個廂房，就是香客可以住，然後。道觀裡面的師傅呢也可以住。這邊還有一座宮殿，叫做行宮殿。哎，剛才我們不是看了一座行宮殿了嗎？這裡怎麼還有一座？這邊呢，就是最後一座殿宇了，上面寫着老君殿。裡面呢，供奉的是太上老君。太上老君呢，大家应該都不陌生了吧？他是咱們道教的始祖。哎，在這個殿裡面還有一塊碑，上面寫着“大清乾隆52年”。這是一塊清朝的碑，距離現在的話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了。看上面的字非常的清晰，可能是因為它在這個房子裡面受這個房子的保護，沒有被風化的緣故吧。本來還說帶大家去那個玉皇殿去看一下，你們猜怎麼着？我觀察了一下四周，發現只有這條路可以上去。不過看這個形勢，已經上不去了，被擋住了。再加上那個梯子非常陡，完全和那邊是一樣的，都是垂直90度的，上面還長滿那些藤蔓，已經把那個路完全給覆蓋住了。看樣子現在基本上完全沒有人上去過了。從這個角度呢，就能很清楚的看到玉皇殿了。它呢是修建在一個絕壁凌空的山崖上，上去的路真的是難如登天，又陡又險。反正我們是不敢上去了，可以說現在是無人敢上的。真的是很難讓人想象到古人呢他是如何修建的，這些材料又是如何搬運上去的。剛才我們在道觀裡面遇到一位施工人員，他說在這個道觀裡面，住着一位70多歲的師傅。我們今天來的有點不巧啊，剛好遇到師傅下山。整座道觀呢，整體呢就是這個樣子的。我感覺，玉皇殿和水晶宮是最為險峻的，
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